老爸病危，急需去医院，老公陪着白月光。我不幸流产，他还是陪着白月光，甚至老爸去世，他依旧陪着白月光。7年婚姻不过如此。办完老爸的葬礼后，我决定同意离婚，放他自由。他却哭得跟个孩子似的，表示要回归家庭。迟来的深情比狗贱，我嫌脏也不屑。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殡仪公司独自忙活着老爸下葬的一切事宜，在亲眼看着他被推进火化炉，我心里一阵心酸。老爸是生意场上的人，再加上他向来与人为善，前来吊唁的宾客很多，但最该出现的人，我的老公，竟在如此重要的场合缺席了。我一抬头就能看到众人落在我身上或同情，或怜悯，或嘲讽，或看戏的目光，还有那窃窃私语、不堪入耳的议论声。宋启明心头有白月光，我一直都是知道的，但当年我还是依旧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只因为我相信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而我也能用自己的温情彻底融化他，让他爱上我。可事实证明，我错了。白月光就是白月光，得不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让人惦记的。去年5月1号，宋启明工作忙，没时间陪我，我也理解，毕竟他帮我管着爸爸的公司，又要处理自己公司的事务，的确很忙。于是我买了点水果、肉菜，打算去探望爸爸。爸爸见到我很高兴，笑的皱纹都多了好几条，非要亲自下厨给我做好吃的。或许是乐极生悲吧，也或许是命运使然。下一秒，他就突然呼吸不畅，晕了过去。我吓得要死，着急忙慌地打了120，又迫不及待地给宋启明打去电话。老公，我带着哭腔，话还没说完，就被宋启明打断了。暖暖，我工作很忙，有个重要的客户要跟进，有什么事回去再说。他语速很快，很迫切，一口气说完就挂断了。我虽失落，可还是下意识为他找理由，认为他真是工作很忙。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工作忙，而是他的白月光胡青青回来了，他忙着要去接机。从此，我与他本就没什么温度的婚姻更加冰冷了。他总是有各种理由去照顾胡青青，将我全然抛之脑后。之前我还会歇斯底里地跟他吵，跟他闹，让他保证绝不会跟我离婚。可现在我全然不在乎了，因为我也活不了多久了。生死之前，似乎一切都没那么重要了。更何况，这世上唯一疼爱我的亲人也离世了。温小姐，请节哀。一声招呼，让我从过往的思绪里抽回神来。我微微点头，毕竟我爸的葬礼，宋启明又是爸养大，或许我该再次打个电话。爸病逝后，我不是没给宋启明打过电话，相反，我打过无数次，可无一例外，全部没人接。嘟嘟嘟，您现在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同样的语音，我听了19遍，可依旧打不通。我心里轻笑，多年养育之恩，他竟也不管不顾，他可真行啊！我决定再打最后一次。当年宋启明父母遭小人迫害，导致公司亏空，一夜之间破产。他爸承受不了打击，跳楼而下，他妈也随之而去，只留下他一人孤苦伶仃。亲戚都骂他是个灾星，纷纷避之不及。老爸就是这个时候收养了他。那一年他12岁，到今天整整20年。老爸去世，他却跟消失了似的，找都找不到。本以为这次还打不通，谁料接通了，只不过是他白月光胡青青接的。温小姐，
你是找启明吗？他呀，正给我做夜宵呢。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隔着电话线，我都能感受到他神情里的得意。我知道他是在故意气我，可听到他在做夜宵时，我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在家里都是我为他洗手梗仆，他何时为我做过这些？果然，不爱就是不爱，无论你为他做的再多，他都看不到。见我不说话，他没了耐心。我说：温大小姐，你还有完没完啊？启明都不愿搭理你，你还死皮赖脸的干啥？还是说你们这些千金都是这么脸皮厚？他嘲讽道。即便没看到他，我都能想象出他此的表情是如何的不屑。我要是不同意离婚，你永远都是个见不得光的小三。我轻声道，声音没有丝毫起伏。他说不出话了，告诉他尽快回来办离婚手续。说完，我就毫不犹豫地挂断。宋启明联系我是在3天后，他再不来电，我都要收拾行李去旅游了。老爸病逝当天，我也被检查出得了胃癌，存活时间也就3-5个月了。人生中仅剩的时间，我不想浪费在病床上，去各地看看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温暖，你为何总是要欺负青青？他开口就是怒气冲冲的质问。我跟你说多少次了，我跟他只是生意合作伙伴，你怎么就是不信呢？他气急败坏，打个电话就为了专门骂他是小三。你是脑子有病吗？你要再这样无理取闹，别怪我跟你离婚。胡青青就这么跟他说的。我轻笑，如此拙劣的谎言，他这个叱咤风云的商业总裁竟然分辨不出，无非是心不在我身上而已。这样的威胁，自从胡青青回国后，我就听了无数遍了。每次只要他这么一说，我就会下意识的紧张，卑微的说着道歉讨好的话。但现在我可不会在意。可以，离婚协议我早发你邮箱了，你看过没问题，签字就行。还有，你什么时候有空回来一趟，咱们去把离婚办了。我心静如水，说出这些话再没有感到丝毫难过。电话那头突然沉默，停顿了几秒。温暖，你什么时候学会这种不上台面的把戏了？你以为这样说，我就会丢下工作回到你身边吗？你想都别想。啪，电话挂断。他总是这样，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着我的好心。当年爸爸好心收养他时，他就迟迟不说话，认为老爸是想要个儿子才帮他的。过了漫长的时间，他才对老爸有了那么几分信任。当年胡青青为事业抛弃他出国深造，我趁机表白，想抚平他内心的伤害，他却认为是我家想通过婚姻掌控他。老爸深知他敏感多疑的性格，婚前他老人家将这些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跟我说了好几遍。我也知道老爸所言有道理，可我还是犹如飞蛾扑火。我天真的以为日久见深情，只要我不断地对他好，终有一天他能见到我的好，与我成为真正心有灵犀、琴瑟和鸣的伴侣。可惜到底是我错了，而且错得如此离谱。如今我是真的想放他离开，他却以为我是在耍心机。也罢，随他吧。胡青青那女人野心庞大，她既然盯上宋启明，势必会登堂入室，这婚迟早得离，让她急去吧。宋启明回国是在1个星期后，那时我已经收拾行装去旅游了。温暖，你究竟在哪儿？这么晚都不知道回家，你还有为人妻子的样吗？我刚按下接听键，就传来宋启明震耳欲聋的质问声。呵呵，还真是双标啊！7年婚姻，除了新婚之时他是常回家，之后1个星期能有1天在家就不错了。胡青青这个白月光出现后，他更是1周连1次都不回家了。
我才这么一次，他就受不了。可凭什么你需要我就得出现呢？启明，是不是嫂子误会了呀？用不用我帮忙解释？突然，一道娇柔的女声响起。不用说，一定是胡青青。你不有人陪吗？我嘲讽道。啊，那个青青腿突然受伤了，你不老怀疑我们俩吗？我这不想着把她带家里，也能让你放心。再说你们同为女生，你照顾她也比较方便。听到这话，我简直连隔夜饭都快吐出来了。瞧瞧，这说的什么话？谁家正常人会让自己老婆去照顾小三？他可真行啊！见过无耻的，就没见过这么无耻的。要没什么事，我挂了。我真是一个多余的字都不想跟他说。温暖，你什么意思？没事，我就不能找你了吗？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现在哪儿？立刻马上回来！宋启明一连三问，语气相当不耐。但我没工夫陪他玩了。3天后我会回去。我淡淡的说了一句，不管他是什么反应，直接挂断。我都没几天好活了，自然不愿再乔迁就他。3天后的晚上，我回到了家里。让我恶心的是，胡青青竟然也在。嫂子，你回来了，正好我跟启明刚做好晚饭，一起吃吧。他笑吟吟，抢先开口。说得极其自然又熟人，仿佛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青青腿还没美好利索，就让她多在家待2天吧。宋启明眼躲闪，有些心虚地说：“对于他的行为，我也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也懒得跟他吵。无妨，把离婚协议签了就行。”我边说边从包里将早就打印好的协议放在餐桌上。气氛瞬间沉默，宋启明怔怔地看着我，似乎完全没想到我会这么做。胡青青眼眸一亮，流露出笑意。启明，我还是回避一下吧。他嘴上说着体贴善解人意的话，身体却没有丝毫行动。不用，我的事没什么你不能知道的。宋启明状似有些的赌气地说。胡青青面露出得意，对我露出一个挑衅的笑容，可下一秒，他的脸色就变了。温暖，你到底有么完没完？我都说了，青青是腿受了伤，我才把她带回来的。她是我朋友，还是生意合作伙伴，我不管谁管。做人不能太自私，知道吗？宋启明骤然站起，脸色阴沉。我轻笑，他胡青青的其他朋友难道都死绝了？非要住在他一个有老婆有家庭的家里，3岁小儿都不信的鬼话，他竟还说得振振有词。签字，你就能更好地照顾他了呀？还是说，其实你已经喜欢上了我，为了我不愿离婚了？我不禁嘲讽道。温暖，你别太过分了，别以为温叔养了我，你就可以在我面前任性妄为。离婚，你想都别想。我是不会同意的。他拒绝得干脆利落。我茫然了，不是他总提离婚吗？如今我同意了，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胡青青从国外回来的当天，我就在他电脑屏上看到离婚如何保障自己最大的权利这样一个搜索标题。那天我记得很清楚，老爸突然病危晕倒，我给他打电话，话还没说，他就不耐烦地说工作忙。夜晚，老爸苏醒，我想着回家收拾点衣物，再给老爸做点有营养的饭菜。刚进门，我水还没喝一口呢，就被他劈头盖脸一顿指责。你还知道这是家呀？这么晚都不回家，哪有点为人妻的样子？我正要解释，却瞥到客厅里茶几上他的电脑屏幕。离婚如何保障自己最大权益？网页显著的标题让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我焦急而慌乱地质问他为何要查这个。他当时心虚地说是帮朋友看的，可后来我才知道他哪里是帮朋友看的，而是在见了自己的白月光后，
他心里真的产生了要与我离婚这个念头。而有一次，他更过分，只因为我推了胡青青一下，他就开口说离婚。6月21是宋启明的生日，那天我精心做了一个蛋糕，打算去公司给他个惊喜，但胡青青却当着我的面故意将蛋糕摔在了地上。我气不过，伸手推了他一下，这一幕恰好被宋启明看见。温暖，你干什么？快跟青青道歉，否则我就跟你离婚。他面色凌厉，事情还没弄明白，就认定我是过错方，还用离婚来威胁我。我红着眼睛说出事情的经过。启明，我真不是故意的，当时我手没拿稳，都怪我，害你们夫妻吵架。胡青青委屈巴巴，装模作样的掉几点眼泪，宋启明的心就全偏向他那边了。不怪你，你又不是存心的。他赶紧安慰，还一脸厌弃的指责，不就是个破蛋糕吗？摔就摔了，他动手就是不对。当时我的心苦涩疼痛，怎么也没想到他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他是个蛋糕，可他是我精心为他做的呀。知道他对奶油过敏，我还特意去蛋糕店跟大师傅学了好久。就这一个蛋糕，从学习到设计方案再到成型，都是我亲手制作，花了足足1个多月啊。而在他眼里，这就是一个不值钱的破蛋糕。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他对我或许没有丝毫情意，否则不会胡青青随便说什么他都信。真正让我对他彻底失望，是他竟然亲手害了我们的孩子。今年7月末，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欣喜若狂，感觉这个孩子来得太是时候了。我天真的以为有了孩子，宋启明就不会离开我了。我迫不及待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与病中的老爸，他们都很高兴，尤其是老爸，久病苍白的脸色似乎也好了许多，整个人也显得比以往有精神多了。知道前3月怀不稳，我十分注意自己的日常生活，穿平底鞋，不提重物，不化妆，凡是我能想到的我都做了。可意外还是发生了。那天早晨，我起来下楼吃早餐的时候，竟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我慌乱地给宋启明打电话，却打不通。等救护车将我送到医院，孩子已经没了。我伤心欲绝，同时也十分害怕宋启明责怪我没有看好孩子，但他并没有责备我，还温柔地对我说，往后我们还会有属于自己的孩子。我信以为真，要不是听到那次对话，某餐厅靠窗的位置，我约了好友去吃饭，却发现宋启明与胡青青也在，也不知出于什么心情，我坐在距离他们不远的位置，那里有个隔板，正好挡住我与好友，却又不妨碍我们听到宋启明那边的对话。启明，她流产，你一定很伤心吧？不过你也别太伤心，孩子往后总会有的。胡青青挑起话题，我才不伤心呢。实话跟你说，我一点都不想与他有孩子。温叔对我有再造之恩，要不是为了报恩，我才不会娶她。宋启明的话让我脸色大变，原来这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吗？还有，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在楼梯上撒了油，要不他宝贝孩子宝贝的跟个啥似的，怎么会流产？宋启明的声音再次响起，我犹如天打雷劈。什么？我流产？竟然是他亲手陷害的！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个事实，逃也似的跑出餐厅，眼泪大颗大颗的落下，真是太气人。没想到那个宋启明看着人模狗样的，私下里竟然如此下作。方佩佩为我打抱不平，暖暖，别哭了，这样的狗男人不值得你对他好，咱们离婚，让他后悔去。我帮你录音了，这些都是证据，
咱发到网上，让世人都看看他宋启明究竟是个什么嘴脸。好友888气得不行，我阻止了他，但他还是将录音发给了我，说是对我离婚有帮助。头一次，我那么清晰地认识到，无论我做多少，他都会看我一眼。正当我伤心时，医院传来电话，说是老爸突然病发，急需手术。我顾不得伤心，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我颤抖地签字，慌乱地祈求医生一定要救活我爸。可老天还是没听到我的祈求。医生一脸哀莫地出来，说让我进去跟老爸最后的道别时，我的眼泪夺倾泻而出。我胡乱地抹去眼泪，故作平静地进去。暖暖，孩子没了就没了，说明你跟他没缘分。爸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答应爸，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开心地活着。老爸在病床上虚弱地说，我眼泪流个不停。原来他什么都知道。爸，你放心，我会与宋启明离婚，也答应您一定好好的活着。我哽咽出声，哭得泣不成声。也好，启明虽好，但不是你的良配。暖暖，你能想通，老爸就放心了。别怕，我闺女这么出色，老爸相信你，即便一个人也能无畏向前。说完，他老人家就闭上了眼睛。我崩溃大哭，心里难受得要命，给宋启明打电话，他的电话却接不通。打到公司，才知他与胡青青去了国外谈生意，但胡青青却给我发来一张海外度假照片，图片里二人在海浪里尽情地游泳，就像两条鱼儿一样欢快嬉戏。老爸去世，他却与别的女人玩乐，气急攻心，我直接晕了过去。一番抢救后，我醒来了，但医生吞吞吐吐，什么也没说，而是让我叫家属来。大夫，我没有其他家人了，您跟我说就行，我能承受得住。医生同情地看了我好几秒，最终不忍地开口，经过检查，你患了晚期胃癌，要是不干预的话，大概只有不到半年了。我猜测到病情不好，但没想到会如此不好。胃癌晚期，只有不到半年。也好，老爸走了，我也没活着的意义了。或许是老天也可怜我，让我跟家人团聚吧。我呆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然后打起精神处理老爸的后事。嫂子，你是不是因为我误会启明了呀？我年轻时是跟他有过一段，但他现在爱的人是你呀。胡青青的开口打断我的思绪，只见他端起桌上的一杯水，朝着我走来。来，嫂子，喝杯水，消消气。有什么，咱坐下来好好谈。他站在我面前，温温柔柔地说着劝解的话，我才不信他有这么好心呢。果然，下一秒就见他嘴角扬起，眉峰间尽是挑衅。啊！他惊叫着，故意向后跌去。我瞳孔骤然睁大，全然没想到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情节，竟然会被他应用到现实当中。温暖，你干什么？宋启明大怒，忙不迭地跑过来就打了我一巴掌。我一个没站稳，摔倒在地，头磕在桌角，鲜血直流。而宋启明却忙不迭地关心胡青青，着急地询问他有没有事。温暖，你太让我失望了，在我眼皮子底下，你都敢如此欺负青青。他将胡青青揽在怀里，朝着我怒骂。心疼了，那就签字啊！离婚后，你想怎么照顾就怎么照顾。我用手抹去嘴边的血迹，等嘲讽道：明明是胡青青自导自演，他却跟个傻子似的看不清状况。你别以为我不敢，要不是有温叔在，我早跟你离了。要不是温叔对我有天大的恩情，你以为我会娶你？他咆哮着，像一只愤怒的狮子。我却心如寒冰。老爸当了他20年的监护人，可直到现在他都不肯喊一声爸。
还真是讽刺啊！呵呵，终于说出心里话来了吧？那我告诉你，我爸他早死了，所以你不用再有任何顾忌，可以立刻签字，摆脱这段对你而言是枷锁的婚姻。我双眼冰冷直射着他，气得浑身发抖。你不可理喻，为了跟我离婚，你竟然诅咒温书。他那么好的人，怎么有你这样不孝的女儿？我不可理喻，我不孝。老爸病重1年多，他一次都来探望，甚至他老人家的葬礼，他宋启明也没参加。他竟说我不孝，怒火与悲痛交织在一块，弥漫在心里，让我情绪越发激动。启明，我脚好痛，能不能先送我去医院？胡青青故意装可怜，想在我跟前展示他在宋启明心里的重要性。宋启明看都没看我一眼，就答应了。温暖啊，温暖，你真是眼瞎呀！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他心里压根没有你。我在心里怒骂自己，突然胃部一阵绞痛，我弯腰忍不住发出痛呼声。启明，嫂子不瞧也不舒服，那你还是先带她去医院吧。胡青青暗指我病得太巧合。宋启明眉头一皱，嫌弃道：温暖，你还有完没完？竟然装病，青青还不舒服呢，你能不能别添乱了？说完，他就抱着胡青青向外走去，而我却再也撑不住，向后晕去。等我再次醒来，是在医院里。你得了癌症，为何不跟我说？你放心，我会找全国最好的医生治疗你的。床边是宋启明那张令人讨厌的脸。不用，你签字就成。我不想死后还顶着宋夫人的称呼。我目光灼灼地看着他，十分严肃认真地说。气氛骤然沉默。暖暖，我说了，我不会跟你离婚的。温叔也在这个医院吧？你好好休息，我去看看他。宋启明开口，我爸都死了，他才去看望，真是讽刺啊！突然，病房门被推开，是方佩佩来了。宋启明，你个人渣！温叔去世了，你连面都不露，如今又把我们家暖暖给气病了，你就不是个人！不打死你，我就不姓方。佩佩向来是个火爆脾气，再加上他从小学习跆拳道，这猛然出击，宋启明还真招架不住。不一会儿，他就被打成了个猪头，鼻青脸肿的。要不是医护人员及时到场，宋启明会更惨。你说什么？温叔去世了？我不相信！宋启明遭受打击地问。好你个狗男人，你竟不知道！也对，你每天跟胡青青那个妖精在一起，卿卿我，哪还顾得上的温叔跟我暖暖？滚！否则老娘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方佩佩气呼呼地挥动着拳头。宋启明猩红着眼，朝我质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明知道温叔对我有多重要，你竟连他的葬礼都不让我参加。温暖，你就算再恨我，也不能不让我送温叔最后一程啊！哎，找打是吧？方佩佩气得就要动手。佩佩，让我自己来！我出言阻拦。宋启明，我还没那么卑鄙。我给你打了多少次电话，你一个没接。葬礼上，我足足打了20个电话，你的手机才接通，可不是你接的，而是胡青青。她说你在给她做夜宵。我平静地述说，仿佛这些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似的。宋启明眼眸瞪大，露出诧然的目光，随后他就赶紧翻找通话记录。这下你该信了吧？宋启明，签字吧，我不想再跟你纠缠下去了。我有些疲惫地说。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我问我能不能去祭拜爸爸。我想了想，同意了。等方佩佩离去后，宋启明来到了病房，他给我带了我最喜欢吃的饺子，他贴心地给我摆饭，给我拿水拿纸巾，俨然一副好老公模样。暖暖，再给我一个机会吧，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你不是喜欢孩子吗？
我们可以多生几个。他说的诚恳，目光真挚，但我却没了心情。不必，尽快签字离婚。我直接拒绝，不等他开口，就点开手机，找出方佩佩之前发给我的那段录音。我才不伤心呢，实话跟你说，我一点都不想与他有孩子。温叔对我有再造之恩，要不是为了报恩，我才不会娶她。还有，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在楼梯上撒了油，要不他宝贝孩子宝贝的跟个啥似的，怎么会流产？熟悉而久远的声音传来，宋启明傻眼了。你跟踪我？他下意识地质问。我笑笑，不理会他。暖暖，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我可以解释的，这不是真的。当时胡青青问我，我就随便说说应付他的。你相信我，我不可能跟他在一起的，真的，你要相信我。他心虚而又慌乱地解释。我真是不明白他了。他既然讨厌这段婚姻，那就离婚啊！一边霸着我不放，一边又跟曾经的白月光卿卿我我。他究竟想干什么？还是说他就享受这种被女人追捧的感觉？不管怎么样，我与他都不可能了。老爸病危需住院，他陪着白月光；我流产，他依旧陪着白月光，甚至老爸葬礼，他也陪着白月光。我的心早就冷了，我累了，你走吧。我不想听他废话，将他支了出去。在医院休息了一晚，我身体好了许多。今天宋启明要去祭拜爸爸，可去了墓地，我竟看到了胡青青。她一身水蓝色长裙，乌黑的头发披散在脑后，脸上画着精致的浓妆，怀里还抱着一只白黄相间毛色的小猫。他你请来的？我转头冷声质问。宋启明还没回答，胡青青就笑吟吟地走过来说：启明，我听说了你岳父的事，想着也该过来祭拜一下。你不会怪我吧？温叔不认识你，祭拜就算了。小王，送他回去。宋启明的话惊呆了我，他向来吃胡青青这一套，今天这是怎么了？胡青青也是一脸诧然，似乎没想到他会这么说。他呆呆地愣在原地，半天没反应。暖暖，走吧，别让温叔久等。他温和地对我说，还轻揽住我的肩膀向前走去。我向后一瞥，就看到胡青青一脸的怨恨不甘。自从知道老爸去世后，宋启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以往十分忙碌的他，竟然整天整夜地陪在我身边。知道我想旅游，他提前订了旅游团，陪着我一起去祖国的大好河川四处观光。衣食住行，行程中的任何问题都不要我操心。时间过得很快，3个月眨眼过去，我的身体也越发不好，最后只能躺在病床上进行住院治疗。多次的化疗让我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脸色也变得越来越苍白。可宋启明竟没有嫌弃我，吃饭、喝药以及每一次的治疗，他都默默地陪着我。某天傍晚，他陪我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看着远处天边的落日。暖暖，不离婚好吗？他近乎哀求地说。不好，错了就是错了，有些错是无法弥补的。再说，你爱的人从来不是我，不是吗？我淡淡的回答，声音没有丝毫起伏。他似乎想通了，隔天就签了离婚协议，带着我去办了离婚证。之后他就很忙，很少出现在我面前，还请了护工照顾我。我也没失望，本来离婚证一领，我们就没关系了。他想做什么，自然跟我没关系了。病房里，我正闭着眼休息，就听门被大力一推。我睁眼，原来是胡青青。温暖，你都快死的人了，还拖着启明干啥？你究竟做了什么，让启明中断了与我的合作？他压着嗓音，面目狰狞。你个贱人，你怎么不去死呢？他的眼眸里露出疯狂，伸手就掐住我的脖子，窒息感瞬间袭来，遍布全身。
别以为这样你就能霸占启明，他不过是对你有些愧疚而已。等你死了，我有100种方法让他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他疯狂叫嚣，手上的力道也不断加重，呼吸越来越不畅。就在我以为自己会死在他手下时，宋启明突然闯了进来。胡青青赶紧缩手。启明，我来看看嫂子，你也来了呀？你放心，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不会让你为难的。还有，无论多久，我都会等你的。他反应得很快，之前他还有些紧张心虚，到后来越说越自然。我都看到了。宋启明静静地说，漆黑的眸子紧紧地盯着他。胡青青瞬间慌了。启明，我也不想的，可他故意气我，说只要他不同意离婚，我就永远是小三。你知道的，这么多年我一直深爱着你，我不能没有你的。我是被他气急了才那样的，没跟你说实话，也是不想让你对我心有芥蒂。启明，你能理解我的，对吗？我头一次见他如此慌乱卑微，爱情迷人眼，深陷其中的人却不自知啊。错了就是错了，这件事我会报警。宋启明说着掏出了手机。不能！胡青青连忙扑过去要抢手机，但宋启明早有准备，岂能让他夺取？启明，你不能这么做，我是爱你呀，那些我们在一起的美好，难道你都忘了吗？他苦苦哀求，但宋启明却置若旁闻，依旧按下了110。启明，我怀了你的孩子。情急之下，胡青青大声说。宋启明骤然转身，诧然地看着他，他只是呆愣了几秒，就继续拨号。他这个举动让胡青青大为不解。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睁大眼睛，不甘地问，漂亮的眼眸里染满了怒火。我也目光灼灼地看着宋启明，因为我也想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没有为什么，我不爱你了而已。你放心，孩子我会负责。他淡淡地说，不爱你了而已。好精辟的回答呀！也是因为爱你，所以满心眼才是你，才会不由自主地想着你，对你好。因为不爱，所以你做再多，对我而言都是困扰。我不信，你之前可不是这样说的。你说会跟他离婚娶我，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胡青青怒吼质问，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他不让你离婚？我可以等的，反正他也没几天好活了。等他死了，我们再结婚也是可以的。他歇斯底里的怒吼，说到最后却成了语无伦次的哀求。我说得很清楚，我不爱你了而已。还有，暖暖已经与我离婚了。宋启明的话像最后一个稻草，压死了胡青青。哈哈，你们竟离婚了！我一直以为是他横加阻拦，却没想到是你。呵呵，是我瞎了眼。他疯狂大笑，就跟疯了似的。就在这时，警察来了。宋启明，你会遭报应的。被警察带走时，他满眼怨恨的诅咒。由于胡青青故意谋杀未遂，被判刑3年，可由于她是孕妇，缓刑2年。或许是为了报复，她亲自去医院打掉了肚中的孩子，而宋启明也莫名被人揍了一顿。揍他之人是个阴狠的，竟然将他子孙根踩坏了，这辈子想要孩子是不可能了。宋启明很恼怒，可对方做得很隐蔽，他用尽办法也查不到，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我一度猜测是胡青青干的，但也只是个猜想。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的生命已走到了尽头。闭眼的那刻，暖暖，对不起，如有下辈子，我一定真心只待你一人。宋启明满脸认真，神色间还带着浓浓的愧疚。不，如有下辈子，我希望与你再也不见。迟来的深情比狗贱，我温暖嫌脏也不屑。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